我被当街抢劫，劫匪却在当天晚上进入了我的直播间。他哭求我救救他，说他家里进了个脏东西。他不知道，他白天抢的其实是我见义勇为的奖金，而这样的钱，有些人是碰都不能碰的。我叫李向柳，是茅山第432代传人。师傅哲在国外后，我继位成为茅山新一代掌门，每日工作直播算命。然而就在今天，我被人抢了。青天白日的大中午，一胖一瘦两个人骑着摩托车，一句拿来吧你。我刚从公安局取出来的3000块见义勇为奖金就被抢走了。事发突然，来不及反应，等摩托车比着耶消失。我当时的心情比师傅出国只留给我300块钱还要伤心。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就在当晚我直播的时候，那2个抢匪竟然出现在了我的直播间。他们刷礼物申请连线，我高兴通过，就看到了那2张熟悉的脸。我笑容卡在了脸上，而他们竟然没认出我，激动地是两眼泪花。主播，谢天谢地，我终于挣到钱了，求求你来我家一趟，我家进了个脏东西，只要你能除掉它，无论多少钱我都愿意给。我牙齿咬得咯咯响，谢天谢地。你告诉我你在哪？三胖惊喜，我在玉江市江家村。好，你站在那别动，我马上就到。带上助手小白和猛犬旺财，我连夜登上了去玉江市的大巴。小白是个半成品鬼王，被我塞进了口袋里。旺财是千年虎妖的独子，被我塞进了皮箱里。再捡了2块趁手板砖，我就上了大巴车。因为是夜班车，车上人不多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，互相没有言语，车上很是安静。我原本打算睡一会儿，养精蓄锐，然而车还没走一会，有人突然惊恐叫了起来：村里又出事了！不行，我们不去玉江了，孩子他妈，我们下车！司机，开下门！突然的骚乱把我瞌睡吵没了。司机不耐烦回头，这是直达车，中间不让停。上来前没人跟你说过吗？要下车的是一个大叔，闻言急得直发抖。不行，我必须下车，你要不开我就砸玻璃了。说着，大叔提起保温瓶，作势要砸。车上人惊了，都没搞清楚现在是什么状况。可司机明显也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，一脚刹车把车停住。他从车椅背后抽出来了一根钢管，提着就向大叔走来。你砸一个试试。钢管指在大叔脸上，吓得大叔的孩子哇哇直哭。我看得直揉太阳穴。现在的人脾气都这么大吗？旁边一个寸头大哥冲我嘘了声，示意我别管闲事。他小声道：玉江有个村子，这几天听说死了好几个人，血都被人放干了，刚听说又死了一个，这大叔怕就是那个地方的人。这样啊，我点了点头，和大哥一起观望了。要下车的大叔这会儿有些结巴了，他带着老婆孩子，扛着大包小包，气势上全输，只能尝试着讲道理。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玉江不能去，你就让我们下车吧，这人命关天啊！司机啐了口痰，不就是死了几个人吗？警察都派大部队到场了，你怕什么？上车13个人，到地儿出站少3个，我又得跟那帮子领导解释去，你知道多麻烦吗？大叔脸色挣扎，他老婆拽着他的衣袖。司机道：最多让你服务区下车，别再吵我告诉你。他提起钢管威胁，车上几个事不关己的乘客也帮腔了几句。大叔沉重叹了口气，最终还是坐回了座位上。司机得意哼了声，重新发动了大巴。车再次行驶在黑夜，我好奇凑到了那大叔旁边问道：大叔，江家村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我要去的地方就是江家村，现在听大叔说又出事了，不会就是抢我钱的那2人个死了吧？那大叔正在哄孩子，闻言赶紧摇头道：就是最近死了几个人，别问了。他讳莫如深。寸头大哥凑过头来，好奇道：是不是传说中的柳白仙？大叔身体一颤，明显是被说对了。我眼前一亮，来，细细地说。大哥笑道：倒也不是什么说不得的事，老哥，我看你好像是江家村的人，要不还是你说吧，你知道的全。车上其他人也看了过来，都很好奇大叔为什么这么怕回去。可大叔更加抗拒了，他裹紧衣服别过了头去，闭着眼，嘴唇抿得很紧。他老婆歉然对我们说了声不好意思，我不在乎笑笑，又朝寸头大哥看去。大哥看了一眼大叔，小声道：我也只是听说了些，听老人说玉江有3大家，叫江白柳，里面的柳家白家就是传说中的柳白仙，绝对惹不得。不过也有人说那柳白仙其实是妖。我瞪大眼睛，妖精？对。大哥来了兴头，你知道民间5大仙吗？这白家柳家就是其中的2仙，一个是刺猬成精的白家，一个是蛇成精的柳家，你就说吓不吓人？我连拍心口，吓死我了。大哥得意，我又问：那江家村你知道在哪不？大哥一愣，好像就是出事的村子，你不会想去吧？我连连点头，怎么不敢去？大哥睁大眼睛，怎么可能？正要说些豪言壮语，我摆了摆手，示意他不用了。回头看了眼司机道：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大哥，这下你不想去也得去了。睡了一会儿后，我被一条湿舌头舔醒了。睁眼，一张胖乎乎的憨脸。我突然感觉不对劲，
你怎么出来的？旺财头一个劲的往下坠，我看过去，就见到我那被咬开了一个大洞的莆田行李箱。一瞬间，心肌梗塞，小叶增生，我撕住旺财的胖脸就一顿蹂躏。你属狗的呀！然而，又一只小手焦急拉住了我鬓角的头发。小白不知何时也跑了出来，拉着我向窗外看。我皱眉看去，车窗外不知何时竟然一片黑雾浓厚，黑雾沉沉，大巴如同是被水淹没。车上人都睡着了，车开得很慢，一切寂静的诡异。我提声道：“师傅，这是到哪了？”安静，没有回应。我起身，不紧不慢向司机走去。坐过站了个位，这里可不是玉江汽车站，快醒醒，再不醒可就被人打包吃掉喽。然而我话刚说完，大巴车就突然一个加速，我脚下一晃，失衡向后倒去。幸亏小白用鬼力扶住我，我才没有跌倒。而旺财已经嗷嗷叫着冲司机扑了过去。我等他咬了2口才道：“旺财，不是他。”旺财悻悻停口，转身向我跑来。车这时慢慢停了下来，司机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，对旺财的小口咬也丝毫没有反应。我看向窗外，窗外黑雾慢慢散去，稀薄月影下，几点红色远处摇曳，那似乎一座山村，家门口挂着红色的灯笼，而村子背后那座山，重重浓雾，巍峨如巨兽盘踞。很难想象在临海的地方竟然有这样一座大山。我深深看了几眼，随后转身对着车内乘客拍了拍手：“苏醒吧，我的陌生人！”几声如同溺水得救般的惊呼，所有人大口喘着气，从梦魇中惊醒。怎么回事？这里是哪？司机，你这是把我们带到哪了呀？不，我们怎么会来这个地方？最惊恐的声音来自大叔，我心中有了猜测，就听他惊声道：“那是江家村。我们怎么来了这个地方？老婆快走！我们快走啊！”车上人顿时慌乱，恐惧的气氛开始蔓延。司机，你干什么？怎么把车开到这种地方？你故意的是不是？快开车，我们离开这里。司机也慌了，还狡辩道：“不是我把车开到这的，我自己都睡过去了。”又觉得说的不对，恼了一声：“别吵了！”发着车就要走。然而这里可不是说走就能走的地儿，一脚油门，车快速驶了出去。可没过5分钟，车子诡异熄火，车上所有人再次看到了江家村。鬼打墙，鬼打墙，这是鬼打墙！司机手发颤，不信邪，再次打着车开了出去。然而又是一个5分钟，车子再次熄火，回到了熟悉的位置。这次车怎么也打不着了，车窗外起风，打在车窗上呜呜的响。司机满头是汗，手直发抖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所有人更慌了，大叔原本想下车，此刻也不敢动了，嘴里喃喃着：“柳白仙来了，柳白仙来了。”我看不过去，咳嗽了声，终于觉得该主角出场了。寻龙分金看缠山，一重缠是一重关，关门如有8分险，不出阴阳八卦行。大家莫慌，这局咱们有高手。司机愣声：“谁？”我坦然道：“我。”打开直播间，我将直播间标题改为鬼锁车，正式开始了今天的直播。直播间的宝子们，这个点还没睡，那你们还睡个鬼呢？来，让我们嗨起来！今天室外直播，我们真实撞鬼。车上的几位陌生人可以关注下我，知道我是谁，对我们接下来的行动相当重要。车上人疑惑，司机扭过头：“你别捣乱，最恨你们这帮主播怎么什么热度都蹭。”有人也质疑，我不置可否。直到寸头大哥惊喜出声：“我天，你是茅山掌门，有10多万粉丝啊！”所有人才一脸吃惊，忙拿出手机开始搜我。司机看完，一脸不敢置信。我见气氛到了，出声道：“如你们所见，我们已经到了江家村，而且现在已经被缠上了，能不能逃走，就得看大家能不能配合我了。”车上人七嘴八舌：“被什么缠上了？是鬼吗？妈妈，我怕。那我们怎么能离开这里？我们一定配合。小姑娘，不，法师，我们都听你的。”大巴上小孩哭泣，大人惶恐，都把目光看向了我。司机拍了下腿，晦气道：“我就说是碰到脏东西了，不然我怎么会把车开到这里？大师啊，你快想想办法，你可一定要把我们带出去啊！”我瞥了他一眼，如果不是有人把车故意往这边开，他可抓不到我们。车上人也反应过来，大叔红了眼：“是你把车开到这里的。”其他人遭受无妄之灾，更加愤怒：“你个混蛋，你想报复那大叔，你别带上我们啊！我们要是出了事，你要负全部责任。”司机一愣，恼羞成怒：“你什么意思？这明明是撞鬼了，你冤枉我干嘛呀？”我笑着问他：“那你遮驾驶室的摄像头干嘛？要不要回头查查你什么时候遮的摄像头？”司机顿时语塞，嘴挨了半天，没说出话来。车上气氛顿时更加暴躁了。我拍了拍手，打断他们：“还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，现在我们只是被鬼打墙困住了，还有办法逃出去，再拖延时间。等下要是这山里的其他东西注意到，那我就没把握带你们活着到天亮了。我现在需要2个壮丁跟我下车，有没有自愿的？”车上人期哀，直播间这时终于理清了剧情。这是直播撞鬼了呀，好刺激！大晚上看这个，果然还睡个鬼啊！
赶上捉鬼直播了，我一定是没睡醒，要么就是直接睡过去了，好幸运。直播间的还是太天真，这一看就是演戏，还大半夜专门开个直播吸人眼球，主播不要脸。我没有理会，期待看向满车旅客。窗外风声如鬼笑，我微笑看向车里的人，光影变幻，如同撒旦微笑般，吓得小孩直抽抽。旺财则嗷嗷叫，抬起爪子就指司机。我一拍手，很好，你踊跃报名，算你一个。司机惊得跳了起来，不是，这狗指的怎么能算？我一眼横了过去，怎么你看不起狗？狗格歧视是不是？再说了，你可是司机，这车还能不能开出去，关键还得看你。车上人哪里能放过他，眼睛盯过去，司机哑声，最终咬着牙答应了下来。他问2个人，另一个人是谁？目光看向大叔，心思不言而喻。我摆摆手，不用，其实一个就够。司机脸色顿时跟吃了那啥一样。来，跟我下车。我走到门口等他，司机嘟囔了声，要是走不出去，你等着。打开门，小新跟在我后面下了车。到了车外，突然起了一阵阴风了，风寒刮在身上，像是寒冬腊月女儿家的小手，脊骨都在发颤。司机吓得向我这边靠，我没好气道，现在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要是动作慢了，山上的东西出来了，那我就跑路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司机连忙道，别，法师你救救我，你说啥我肯定听。我点了下头，那好，磕头吧。司机一愣，我朝那边树林一指，那么大个鬼，气得都冒烟了，你没看见吗？你把车开到这，再不给人家地主磕几个，我可就不了你。司机慌乱，直接就跪了，地主老爷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把我放了吧。哎，不行，你这词也太水了，地主老爷听着都瞌睡，你得这么说。我抬头挺胸，目露崇敬，感无上仙恩，道生无量天尊，今日得见贵宝地府主，3生有幸，4海升平，望贵宝地府主身体安康，永劫不坠，天福永享。奴家你叫啥名字？王刚高，奴家王刚愎日夜祈福，盛赞府主今日宽容，望府主放我等离去，他日相见，把酒言欢，再谢府主大恩。我满意拍手，就这么念，你磕他吧。司机王刚愣住了，可我是男的呀。奴家这不对吧？我摊手，这谁又能料到呢？要不你自己想。司机哑口无言，那就这样吧。冲着前面一跪，感无上仙恩，道生无量天尊，今日得见贵宝地府主，3生有幸，4海升平，望贵宝地府主身体安康，永劫不坠，天福永享。奴家王刚愎日夜祈福，盛赞府主今日宽容，望府主放我等离去，他日相见，把酒言欢，再谢府主大恩。我在旁边，眼神，走点心好不好？哎，对，这个奴家念的水准，地主老爷都笑了。他念完站起来，我鼓掌竖起大拇指，不错，很有礼貌。来，这边也跪一下，这是地主老婆，气性大，刚才看着你眼珠子都瞪出来一个。司机怔住，还有，那词儿怎么办？都一样，糊弄鬼呢，大哥，别那么讲究。司机深吸口气，又往旁边一跪，感无上仙恩，道生无量天尊。20分钟后，来，这是府主他4姑，每个人都磕了，就剩下他，不礼貌。王刚瞬间红了眼，我刚才朝北边磕的不就是他4姑吗？我愣住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是亲姑，这是他远房表姑，刚过来凑热闹的。王刚崩溃，他凑热闹的。我一看差不多了，一拍脑袋，对，凑热闹磕个屁呀！行了，走吧，再不让你们走，就太不讲礼貌了。风缓缓停了，王刚瞬间落泪。几个年轻人下来，看着他一脸钦佩，搀着他就上了车。再一点火，车着了。寸头大哥叫我上车赶紧走。我笑道，你们走吧，我到地方了。转头看向江家村背后的大山，天快亮了，一道晨光落入山中，却是被浓雾吞噬殆尽。车走了，小白落回了我的口袋，手里捏着一只小鬼，正是刚才的鬼打墙。这地方还真的藏污纳垢，旺财吼2声，告诉他们我们来了。旺，不是这么吼。旺财歪头舒展了下脖颈，一颗斑斓虎头露出。吼！山峰惊起群鸟，如虎啸谷，百兽一惶。直播间的修仙玩家，我去吓我一跳。刚才是什么声音？我怎么听着像老虎？玉江哪来的老虎？没听主播说吗？是旺财，他真的是虎妖。我看你才是虎，这也信？我场面话说完，一边向村里走，一边和他们瞎聊。今天来这只为了3件事：一，追回我的3228块9毛；2，追回我的3228块9毛；3，追回我的3228块9毛。村子里传来几声鸡鸣，鸡鸣辽远，阳光探出山巅，淡淡的炊烟从村里各家屋顶露出，一个活着的村子出现在了眼前。我不紧不慢向村里走去，直播间有人问道：“这村子看着风景还不错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我淡淡道：“有妖气。”镜头一转，2伙人出现在了直播间视野里。左边是几名警察，位中的我仔细一看，竟是临海市刑警大队大队长龚燕。司机说的警察大部队，看来就是龚燕的人。
右边是一帮村民，持着插棍农具，双方似乎在村口吵了起来。村民中带头的一个老人，看着像村长，提着把菜刀，狠狠向前挥舞。江家人的尸体你们不能带走，他们是被柳白仙选中的人，你们带走会惹仙人生气的。警察焦急，大爷，请你不要阻碍警方办案，连续几起凶杀案，我们必须尽快寻找线索，抓到凶手，不然很可能还会有新的受害者。什么凶手？你们不懂我们这儿的规矩，就别来添乱。柳白仙选够了人，他老人家就会自己离开的，你们不要再来了。村民们也怒道，就是，要不是因为他们来触怒了柳白仙，说不定江老四家孩子昨天都不用死，真是造孽。赶他们走，赶他们走！群情激愤，警察们无奈。龚燕一挥手，他们退了下来。我从远处招了招手，喊道：“龚警官！”龚燕皱着眉，看见我，他眉梢微挑，给几位同事说了一声，快步就向我走来。你怎么来这了？这里可不是闲逛的地方。我很赞同的点头，对，要不是有事，鬼都不敢来这个地方。他哑然笑了声道：“基本还是在我们掌控中的。”我没有多说，只提醒道：“要是可以，再增添些警员过来吧，你需要的。”龚燕点了下头。我将目光看向了他的头顶。初次遇见龚燕时，我就注意到他头顶有法兽谢豸 ZC 庇护。谢豸，古神兽之一，类似麒麟，全身长着浓密黝黑的毛，双目明亮有神，额上长有一角。传说它能辨是非曲直，能识善恶中间，是掌管天下司法的法兽。龚燕有谢豸守护，寻常妖魔鬼怪敢对他作对，那基本就是厕所里打灯找屎了。但此时龚燕头顶的谢豸法像，麒麟之手低垂，眼中神光暗淡，分明是曾被什么东西侵蚀过。这个地方真的有大问题啊！我先走了，回头聊哈。龚燕追问：“你来这到底是什么事？你还没告诉我。”我笑道：“本来是来线下直播的，不过现在嘛，我看着那帮明显不好惹的村民，坚定了目标。我打算揍谁有一顿就走。”跟龚燕挥手告别，我笔直朝着村口走去。那里大群村民还围着，看到我和警察聊天，看我的眼神相当不友善。龚燕提醒我小心，我背对他挥了挥手，示意放心。随即走到村民面前，叉着腰提声喊道：“三胖四猴，要命不要！”村民被吓了一跳，村长老头恼道：“你喊什么喊啊？”而他背后突然传来惊喜的声音，一胖一瘦两个身影跌跌撞撞从村子里跑出来，激动看向我：“法师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真的太谢谢你了，有你在，我们就不怕了。”三胖四猴正是他俩在我直播间的昵称。我呵呵一笑，低头拉开口袋，去给他俩2板砖。小白嗯了声，没人能看见他，他从我口袋跳出。此地妖气弥漫，阳气薄弱，小白出现在白天也只是微微蹙眉，然后2块板砖就从我包里飞出，一个转弯，狠狠拍在了胖瘦二人组的后脑上。两人哼都没哼一声，直接栽倒在地。所有人吓了一跳，我露出了网友盛的笑容。龚燕看见出事了，立刻赶了过来，一看这诡异一幕，瞬间把目光投向了我。我神色一凛，指着倒地的2人道：“龚警官，你看，年轻人身体就是好，倒头就睡。”龚燕看着我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苦笑摇头：“你最好给他们一个解释。”我转头，果然村民们情绪再次有些失控。村长老头指着我惊恐道：“你会妖术？”我翻了个白眼：“你好好看看，他俩这不醒了吗？”我拍了拍手，胖瘦2人组一下惊醒，他俩捂着脑袋就嚎了起来：“鬼，有鬼啊！晴天白日的，干了我脑袋一泡。”我偷偷笑笑，假装正经走到2人面前。三胖一见我就激动了：“主播，这脏东西太凶了，大白天都出来害人啊！你可得救救我们啊！”我3228块9毛。三胖一愣：“这是抓鬼的价吗？”说着，他从口袋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，我一眼就看出那是我的奖金。三胖，这里不知道有多少钱，我数数，我不用，不多不少，3228块9毛。三胖疑惑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笑了，抓住他的手就举了起来：“抓抢劫犯啊！警察同志，他抢了我的钱，这个就是证据。”全场惊了，直播间都傻了。不是说好的抓鬼吗？来抓抢劫犯的，楼上的主播还抓过杀人犯呢，好刺激！现场直击啊！龚燕最先反应过来：“你不会是为了找你的钱来的这里吧？”我震惊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三胖则一脸惊恐：“你是公安局门口那个妹子，你还知道是公安局啊？”我转头赶紧告状：“你看他都承认了，就是在你们公安局门口，我刚拿我的奖金出来，他俩就把我抢了，1毛钱都没剩。”一听是在自家公安局门口做的案，一众警察顿时面色不善起来。胖瘦2人组傻了，急忙道：“我们就是为了凑钱请你抓鬼呀，真不知道是抢了你的钱啊！”“哦吼，你抢道士的钱，请道士抓鬼，你让道士什么表情？”三胖急了：“我真不知道是你，这样我再给你3000好不好？求求你一定救救我们啊！”我只笑着看他，而我身旁龚燕带人就要拘捕了。三胖害怕地往村长老头后面躲。
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警察证据确凿抓人，这江家村村长竟然还敢拦着。他横着菜刀就挡在了宫燕面前，死皮赖肉不让开。不行，接下来柳白仙还要从江家选人，除非我死了，你们今天不能带走任何一个江家人。宫燕这下怒了，你一而再再而三阻碍我们办案，你真以为我不敢法办你？他手一探，就捏住了村长手腕。村长吃痛，菜刀落地，他被宫燕一下拉出了人群，手铐咔嚓就铐上了，将他速押往柳白县公安局，以嫌犯帮凶身份拘留待审。一套操作没用5秒，村长惊骇，兀自挣扎了2下，却是不敢出声，再顶撞宫燕了。我亦是被宫燕惊到，看向他的头顶。就刚才那一瞬，宫燕头顶那微米的谢至法香突然燃起金红火焰，司法之眼骤然明亮。法寿谢至一声怒吼，身躯腾起，全身金光璀璨，威仪不凡，如实质般的目光盯视向村长，直将他吓傻。我惊讶看向他头顶，那谢至此时须发皆张，哪有半点之前萎靡的样子。宫燕看向其他村民，金谢至在一吼，法香森严，一众村民手颤，被吓得连连后退。他们看不到法寿，只觉得面前警官凛然不可侵犯，不由自主躲避。我看着宫燕，心里只冒出一个词：扮猪吃虎。然而我很快看出有些不对。宫燕的守护谢至虽然金身威严，但却能清晰看到一些伤痕，明显是曾有过恶战，而对方很可能就是那位柳白仙。双方已经交过手了。反应过来，我突然又有些郁闷。最近好像误入高端局了，怎么碰到的都是打不过的样子，我气到都别吵了。我话还没说完呢，我指着胖瘦2人组，给你俩30秒时间考虑，现在跟警察走，你俩还有3成可能今晚能活下来，要是还想对抗，那我告诉你，今晚那个柳白仙必然会去找你。满场皆惊，3胖惊恐，不，还有那么多姓江的，怎么可能是我？我冷笑道，人有福缘厚报，先天注定，你眉目狭窄，目光短浅，本就先天缺少福报，还干些鸡鸣狗盗之事，损伤阴德，你不出事谁出事？你还胆大包天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在司法行政机关面前行凶，抢的还是别人善行得来的善报。就你这debuff叠的，你明天早上起来要还是热乎的，我能把吃饭戒了。我越说越气，冲过去就要踹他。3胖腿一软，被吓瘫在地。4猴赶紧去扶，惶恐道：法师，我们跟你走，你一定要救救我们。抱着3胖推开村民的保护，两人2双手眼巴巴的让警察赶紧给他们铐上。警察看得一愣一愣的，我看他们懂事了，叫宫燕赶紧走。他点了下头，不过人抓了，村长他也没有打算再放掉。有这人带领村民阻碍办案，他本来就很难做，现在正好借我这件事把村长抓了，后面行动起来就能顺利很多。回去后，我跟着宫燕去了他在玉江的临时驻扎点。宫燕一行领海的警察在先前抓蔡国庆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混得脸熟，这次我又帮了他们忙。一众警察热情邀请我，勉为其难带着旺财蹭了个早饭。随后在一众警察痴呆的目光中，我悄悄踢了一脚吃嗨了的旺财。旺财回头疑惑看着我，宫燕和我单独坐角落，不在意道：没事儿，吃吧。我就给了旺财一个鼓励的眼神。旺财惊喜，一头就磕进了盆里。宫燕问我后面你有什么计划？直播已经关了，我不假思索道：回家。宫燕一怔，我边吃边道：这边水太深，不是你们一队警察就能搞定的，我劝你也早做打算，发现不行了，尽早摇人，摇来3000警察，实在不行3000城管，满山溜一圈，那杀人犯也就消失了。宫燕听出关键，山上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再多说。宫燕明白过来，并没有劝我。沉默了一会后，他道：到现在江家村已经死了5个人，凶手的杀人频率一直在加快，第4、第5两名受害者遇难时间间隔仅只有3天。目前掌握的线索，凶手对江姓人有很大的恶意，受害人全是江姓，死因皆是被利器刺穿喉咙，取走血液而死。我现在很相信这不是常人所为。那个柳白仙，我想听听你的看法。我诧异看了他一眼，倒是第一次跟他这么开诚布公讨论灵异之事。我好奇道：你既然相信是灵异事件，为什么还不放手，让专业的来？你们可并不是没有那样的人才。宫燕拿着刀叉的手慢慢捏紧。昨晚死了一个7个月大的孩子。空气突然安静。宫燕，我知道你有你的专业性，对于这样的事你有你自己的判断，但是如果你还有什么计划想法，我个人可以无条件配合你的行动。柳白仙，我必须让他付出代价。餐厅吃饭的声音不知何时已经消失，我能感觉到数道期盼的目光时不时看向我的后背。这一刻，宫燕头顶的谢至法相双目灼灼似阳，麒麟4足怒踩着地面，司法不容侵犯。我摸着眉心想了想，那我还真有一个费钱的任务要交给你。宫燕点头，眼神骤然明亮。我凑过头道：帮我准备点音响，要大，要萌，要嗨。音响，这有什么作用？今晚你就知道了。起身，我抱起重了5、6斤的旺财，走到了胖瘦2人组的旁边，笑道：吃饱了吧？两人战战兢兢点头。那就走吧。我回头道：这2个人我先带回村，明天还给你。
宫燕皱眉，那个柳白仙好像不好对付，我已经申请了支援，要不等人到吧？没事，打不过我就嘴遁。踢了一脚三胖，我带着他俩就往江家村走去。三胖家也非常好找，沿着山脚，谁家没挂白灯笼？走进去就是他家。他俩一回来就慌了，法师，你真的就要见死不救吗？我笑了，放心，救自然是要救，毕竟你刷了礼物了，但怎么救，那就是我的事了。伸手在包里摸了摸，我取出一根小木棍，在他俩面前摇了摇。这是枣木棍，若是大点，盘龙柱象，便能驱散邪祟。现在没那个时间了，我把它交给你。要是你说那东西来了，你就拿这棍捅它，那东西就会被逼走。三胖一愣，这能行吗？不信我。我做事要收回小木棍。信。三胖赶紧接过，收在了手里。我笑道：棍子3000。三胖一愣，又赶紧点头，掏出3000块钱交到我手里。四侯，那我怎么办？他也掏出3000，眼巴巴看着我。我勉为其难道：那行吧，我就再给你一根枣木。又取出一根枣木棍子。四侯惊喜，如获至宝，瞬间声泪俱下。掌门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放弃我们的，你就是我们俩的大恩人，是我们俩的再生父母啊！我太感动了，等我俩再挣到钱，一定给你立个雕像。我打住，有你俩倒霉徒弟，我师傅没下去，我就得先进去了。三胖，不，这次我俩一定踏踏实实挣钱，绝对不干那偷鸡摸狗的事了。我继续道：那我就再提点你们几句，接下来我说的话你们务必记住。两人赶紧点头。我沉声道：从现在开始，你二人必须谨言慎行，不喧闹，不吵嚷，不动作，总之一切可能引起别人注意的行为都必须终止。你家这间祖屋等下我会进去，我自己不出来，无论谁来了，你们不许叫我，更不许偷看，记住了吗？两人连连点头，甚至拿出纸笔记录。我没有再多说，背着手就进了屋。随后上炕，我拉开被子，倒头就睡。不得不说，坐一晚上夜班车是真困啊，不多时我就入了梦乡。睁开眼，面前一片水塘，波光粼粼，山峦倒影其上。有身穿古朝服的大臣手捧圣旨，站在水塘边，宣使皇帝旨，朕统6国，天下归一，筑长城以镇九州龙脉，为我大秦，护我社稷。今九江龙脉无拱手之城，令大泽将士为九江山神，世袭罔替，永镇龙脉，佑我华夏永世不衰。随着旨意，才见水塘中出现一清瘦书生，他应是一道魂魄，此刻跪在水塘之上接旨，面上无喜无悲。而随着他应下山神之职，水塘中倒映的山脉在他身后凝实，出现在我的视野里，模样便是如今的玉江山。我摸着下巴道：所以说唯一没被镇住的龙脉交给了大泽人，然后大泽乡出了个陈胜王，然后反叛军四起，大秦没了。你是想说这个故事吗？之后的故事呢？你怎么不说话？别装啦，我最近对幻境水土不服，你知道我一进来就心跳得贼快，早被我看破了。来出来唠唠吗？怎么一向温和的五仙白家也跟着柳家作奸犯科了？我很好奇。眼睛画面瞬间倒塌，世界一片黑暗。法师果然不愧为茅山传人，一眼便看破了我的幻术，不过又何必要拆穿，自讨苦吃呢？一片浓重的黑影从黑暗中浮现，数尊身形隐在其后，恐怖的妖气一下让我汗毛竖起。果然不止一头妖怪。那苍老的再次传来：离开吧，到现在为止，你的冒犯，老朽可以既往不咎，再干预我等的家事，即便是茅山，老朽也不会吝啬怒火。我负手而立，但笑道：那又是谁给你的错觉，以为我茅山会吝啬我等的怒火？玉江山的妖修，你们今日越界，犯下大罪，天亮之前，我要在这里看到玉江白家、柳家所有妖修，如若不来，明天天亮时分，玉江白柳两家就没必要存在了。苍老声音沉默，随即道：玉江山白君之会来领教阁下的高招的。我拭目以待。梦境破碎，我立刻惊醒，窗外一片黑暗，不知什么时候天已经黑了。三胖四侯，快来！门口传来骚动，我拉开门就看到胖瘦二人组守在门口，三胖手里还紧紧抓着我那根枣木棍，而他脸上这是鬼画符般画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符号。如果我不是看见了一个欧米茄和一个贝塔，我都要被他糊弄过去了。院里墙上、窗户上贴满了他不知道从哪找来的符箓，有几张我看着还有模有样，只是拿手一碰，比我师傅画的美金还假。嗨嗨，我赶紧道：快，你俩进去，这个房间现在安全得很。把两人让进屋子里，我关紧门，快步就钻进了隔壁的房间。捂住旺财的嘴，我静悄悄等待妖修上门。而没多久，门口突然出现一盏红灯笼，挂在了门架上，淡淡的风丝摇摆着灯笼，这一幕说不出的诡异吓人。我想起昨晚在大巴车上看到的红灯笼，记忆中一共5盏，而江家村今天前也正好死了5个人。所以说红灯笼的数量就代表柳白仙杀死江家人的人数吗？然而我突然看见门口又升起一盏红灯笼，接着又一盏，3盏红灯笼同时挂在了三胖家门口。我心跳一紧，这是把我也算上了吗？小白，快帮我砸掉一个！
小白疑惑点头，小手一抽，就从墙中抽出了一块红砖，再一指，板砖飞出窗户，以一个完美的抛物线将门口的红灯笼打掉了一个。门外突然安静，再出现动静，就是隔壁胖瘦二人组的惨叫声。啊，什么东西？我戳！掌门，不行啊，救命啊！鬼哭狼嚎，却中气十足，一听就还能再战300回合。我安静蹲在墙角，等到隔壁没声了，我才理了理衣服，出门到了隔壁门口，敲门，门应声而开，里面一群人四四方方站着，像衙门大堂一样。最正中间，一个白发老翁，应该就是之前跟我对话的那只老妖白君之。他眉眼微闭，有种倪大红半死不活的既视感。此时见我，声音不咸不淡道：“法师约我见面，房中却只有江家之人，这是为何？”我笑道：“听说自卫和蛇视力都不好，我做实验。”胖瘦二人组被绑在一起，扔在地上，不住的惊恐颤抖。看见我，两人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急道：“掌门救我！我按你说的方法，不灵啊。”我点头道：“没事，不怪你们，我刚发现棍给错了，你们拿的是我师傅的筷子。啊，抱歉啊，下次给你个对的，让你重新打一架，绝对能把场子找回来。还有那双筷子，你记得洗干净了还我。我师傅万一真回不来，我还得给他烧下去。”狂妄！为战一蛇目青年看不下去，咬牙道：“白爷，此人在此虚张声势，我们不能因为他耽误我们的大计。现在就杀了这2个江家人吧。”大计？说来听听。我好整以暇，抱着胳膊笑看蛇目青年，他便怒了，不顾白君之阻止，冲动对我动手。我早做好准备，手中雷光一闪，冲来的蛇目青年瞬时被我炸翻。他痛吼一声，挣扎起来就要继续攻击。我脚下旺财虎视眈眈，嗷了一声。白君之看见，立马拦住了那青年。他看着旺财，瞳孔一缩，这虎。我不屑道：“怎么？堂堂5仙之2，白柳2家，看不出他的来历吗？”白君之深深看了我一眼，若老朽没看错，他身上有千年虎王的血脉，法师是如何诓骗了他，将他说服在左右？诓骗？我何须用这种伎俩？我冷然道：“诛其母，食其父，夺子为宠，这才是我等手段。”满座皆惊，蛇目青年死死盯着我，不屑道：“你怎么可能是千年妖王的对手？”旺财疑惑看了我一眼，我给了他个眼神，他冲着众妖就龇牙欲扑，而他疑惑的眼神在一众妖怪看来，分明就是畏惧。这一幕一下坐实了我说的话。一屋子妖精看着我的眼神开始出现变化，只有我知道，旺财刚才看我，只是因为他听不懂文言文。我负手而立，淡淡道：“既然没人说，那我就猜猜你所谓的大计是什么。”玉江江白柳，我早有耳闻。始皇当年封禅泰山时，敕封天地，将天下河流山川一一封神，那为大秦之臣，龙脉之一。九江龙脉自然也需人看守，也就是你所说的江氏山神。而山神不会没有眷属，所以便有九江山下江家，九江山上白柳仙。可你白柳仙分明只是当年江氏的手下，何以跟江家齐名，被称为江白柳？我看着居中白君之冷声道：“所以会不会有一个可能，是你们白家柳家鸠占鹤巢，骄奴欺主，想要夺了江家世袭的神位？只有魂灵才能被敕封为山神，你们屠杀江家，是不是想找到新的山神敕封者，夺取山神权柄？是也不是？给我从实交代。”满座噤声，白君之变色，额头冷汗冒出。我知道我蒙对了，哼了一声，继续装逼。小白，关门！今日我没谈完，谁都不可以走。口袋中小白飞了出来，而他一出现，满屋的妖修顿时面色一变。蛇目青年惊声：“鬼王，这怎么可能？”我抱着手臂一言不发。小白抬手，房门轰然关闭。再落手，一层独属于鬼王的鬼域以他为中心散开，将此片空间完全笼罩。鬼影绰绰，阴风四起，白君之脸色在摇曳灯光下阴晴不定。五仙白家，我也早有听闻。按理说，你等不是什么嗜血忘杀之徒，不然也不会成为玉江民间传说的守护神。这几日发生的事，我需要你们2家给我一个解释，不然我沉下眸子，玉江便不再需要守护神了。白群之沉默，剩下人惶恐。那原先对我无礼的蛇目青年，此时也是脸色变幻，而没有人知道我比他们更慌。快说话呀！再不聊，难道真打架吗？而终于，白群之说话了。若非时局艰难，我等也不会出此下策。在场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说来听听。白君之点头，既然法师大人愿意听，那我便说说。接下来便是一堆妖生艰难，自建国后，他们日子怎么难过的事了。我都有点没搞懂他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絮叨。而很快他提到了一些我值得注意的事情。时局艰难，有人并不想让白柳2家好过，玉修会介入了我们的生活，妄图控制玉江山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迎战。而首先，我们需要实力，等等，玉修会也在这里。我有些头疼，怎么聊着聊着又出个隐藏 BOSS 的感觉。白群之颔首，人类一直在侵占我们生活的家园，我们迫于无奈反抗，但谁以妖族为敌，我们一定对谁以牙还牙。若是法师大人也要与我等为敌，白家柳家
绝不会畏惧战斗。他最后一字咬出穴位，原本慈眉善目的模样，此刻也凶狠强硬了起来。其余小妖便也被激动情绪，一个个竟是再次盯向我，凶性十足。我暗暗骂了声没礼貌，面上毫不在意道：“那便打一架再说话吧。”手中一柄桃木剑甩开，我遥指着白君知道，只是不知如今白家柳家还有多少修成气候的妖怪。玉江山不畏惧威胁，属小妖暴怒，一个个围拢向我，我依然不惧。而等到他们真要动手了，我有点绷不住了。算了，我收起剑就向门外走去。所有人一愣，一时竟是没人追上来。而我估摸着他们该反应过来了，伸起手道：“子时3刻，玉江山下，带上这2个人，带其人手，玉江白柳，我们好好会会。”房门自动打开，小白赶紧跟着我往外走。旺财趾高气扬，示威性嗷了几嗓子，才撒欢向我跑来，得意的一批。我出门就给了他一脚，然后揪起他后脖领子就往村外跑。一路逃跑，那群妖怪竟然真的没有追来，只让我感叹妖怪真好糊弄。除了那个老狐狸，刚出村子，宫燕就迎了上来。怎么样？我给了个 OK 的手势，对方摇人去了，马上大决战，我要的音响到了没？宫燕点头，一招手，一辆东风大卡亮灯，光轮胎都有12个，而车兜里满当当，一眼过去全是大音响，带来的卸货工都有10来个。我惊了，你这是抄了哪家铺子？宫燕，还有台柴油发电机，供电足够了，你要怎么做？我想了想道，兵贵神速，可不能给他们时间准备，你带人现在就绕路去山脚，把音响在那摆好，记得路上千万别开大灯，手电筒照着慢慢上。宫燕点头，毫不怀疑就带卸车工们上了。其余警察则被他安排今晚守着路口，吩咐村里人要是想上山全拦着。见宫燕出发了，我深吸一口气，从包里取出一件道袍穿上，然后便向着山脚走去。我和宫燕走的不是一条路，我要穿过村子，自然而然惹来了一些目光。我毫不理会，取出符纸一张张给桃木剑附魔。渐渐的，一道道遮不住的神光就从我剑中冒出，花里胡哨，村里人惊为天人。一群人打着手电，举着火把，围着我浩浩荡荡就向山脚下走出。而白家柳家一直没有露面，我松了一口气。到路口，警察已经封路，看见我手中的光剑，一个个不敢置信。我小声道：“守好路，不然你们队长今晚嘎了，你们都没地方哭去。”守路的警察一愣，队长也会法术吗？不会，不过有种东西刻在骨子里，今晚在这种地方，他就什么都会。快步上山，我在山脚下看到了宫燕等人，音响已经摆好，龙门阵一样直冲着玉江山。宫燕道：“线路已经插好，发电机一启动就能用。现在怎么做？那就开始表演吧。”我将音响连接到我的手机，示意卸车工们下山。我清清嗓子，随着发电机一声轰鸣，点了第一首歌：山路18弯，大山的子孙忧，爱太阳落。太阳那个爱着幽山里的人。音响方阵一打响，音浪直冲山而去，高昂激动的声音震得群山乱鸟惊飞。而终于，大山的子孙扛不住了，山腰上兽吼声连连，血红的眼睛从黑暗中探来。白群之等人到场了。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宫燕，金火泄至从他头顶盘旋探出头颅，灼灼司法之眼死死盯向藏在暗中的猪妖。他已是认出了这些妖怪就是翻案之人。群妖一阵骚动，明显是在宫燕手上曾吃过亏。而白群之并没有理会，他从黑暗中显露身形，死死盯着我。你耍我？我笑道：何以见得？那2个江家人逃了，你骗我？我耸耸肩，那可能是我师傅的筷子显灵了。白群之暴怒，动手。好嘞！我虚探一步，狡化阴阳八卦。太上三清，应变不惑，诸般邪魔，足孽魁罡，左扶6甲，右卫6丁，前有黄神，后有乐章，除魔驱恶。急急如律令。脚重重踩下，四面金光升起，6丁6甲，黄神乐章显化神形，四散驱魔。宫燕头顶金红，谢至也没有等待，一瞬就扑杀进了群妖中，打得一众邪祟惨叫声连连。我继续出手，五色旗接连掷出，最后中旗戊己星黄旗投入空中，一道道雷链立刻盖下，现场雷光大盛，妖族惊惧。不要怕，他这般施法必定损耗极大，不消1时3刻，他必脱力。白群之鼓舞士气，而没多久，金红谢至已经被群妖围攻，节节败退。宫燕咬牙，他看不到谢至的战况，却是意识到了不对，忙向我这边靠近，已是一副一旦出事立刻挡在我身前的样子。我毫无心理负担，把他推到了最前面。该你表演了。宫燕一怔，没反应过来。白群之眼瞳闪动，忽然道：你布阵是为了保护这些音响？我嘴角翘起，当然，毕竟主角的 BGM 没停，没有谁能打败他。手指点击播放键，我拍了下宫燕的肩膀，上吧，在华夏的领土，没人能在这首曲子里打败你。战鼓声响起，咚！这是……白群之突然慌张，枪！鼓脖声在响，接着大鼓、竹笛、金锣，群妖心颤，独属于那个时代的声音在玉江下奏响。秦王破阵乐，我喝道：
白家柳家，欺君罔上。今日当以秦律伐之。宫宴眼神前所未有的开始凌厉，他踏步向前，血液在激荡，他头顶惊鸿泄至，仰天咆哮，风云变色。而这还远远不是我想要的效果。我提声再喝，泱泱华夏，莫不炎黄领土，九江龙脉。你在护佑谁？还不现身？霎时间，地脉震动，一道虚淡的龙影在空中显现。白君之惊声，快逃！然而一声龙吟，风云之中，我亲眼看到一只真血质从天而降，威仪双瞳，泼天法威，群妖两股战战。他投下了视线在宫宴身上，像是约定了某种契约。宫宴双目发出耀目法光，他头顶血质此刻血肉生金，金鳞闪烁，如同真兽，一瞬就冲向了白君之等人。有罪！有罪！有罪！当罚！数声判罚，群妖被吓破胆，惶恐挣扎要逃。然而数条铁链突然从空中落下，逃窜的群妖立刻被锁住，一旦挣扎，雷罚直从云端落下，那可比我的雷要可怕100倍。群妖痛苦哀嚎，白君之终于崩溃。他是为数不多能逃开锁链的妖怪，然而此时却跪地哀求，只因此刻欲将白家柳家近80%的妖修已被宫宴逮捕，如果被宫宴定罪斩杀，玉江山就要被断代了。白君之跪地祈求，求大法师宽恕，玉江山知错了。白君之冒犯大法师，有眼无珠，求大法师降罪，饶恕我无知的族人。我走上前道，我不是滥杀无辜之人，但玉江山白家、柳家肆意妄为，残杀江家村百姓，这必须有人给我一个交代。反持过屠刀，下过命令，参与过此事，向前一步，我会放过其他妖修。白君之面色惨然，此事皆由我白君之一手操办，白君之甘愿伏法，请大法师责罚。其余妖修悲痛，蛇目青年激动道：“白爷是为了玉江山啊！”我看了眼宫宴头顶的谢质，法兽谢质能辨中间，识破谎言。刚才白君之说话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反应。江家村之事，竟真的是他一手做的。不过有这么简单吗？我冷声道：“白君之残害百姓，按罪当诛。其余妖修虽无迫害行为，但却为迫害本身，既得利益者同样不可免罚。”我看向宫宴，宫宴点头，头顶谢质一跃而下，扑杀白君之。群妖惊怒，然而虚空锁链受到雷霆劈下，惨叫声再次起伏。白君之则没有反抗，谢之司法之眼凝视他的时候，他反而像是得到了解脱。法师大人，玉江山不可没有山神！一声咆哮，白君之的魂魄被吸入司法之眼，他肉身颓然倒下，玉江山妖修痛哭不止。被天雷惩罚后，他们修为被打落了很多，玉江山实力大损。我冷声道：“今日之罚只是略施小惩，尔等当记住今日之疼。如果不服，也大可去邀请大兴安岭的那些老家伙来为你们撑腰，但一定记得告诉他们，尔等脚下是华夏领土，僭越作乱者虽远必诛。”群妖低气，收回白君之尸体后，尽数散去。宫宴担心道：“你不怕他们报复你吗？”“嘘，他们不知道我叫啥。”宫宴一愣，江家村的死人事件就此画上了句号。天慢慢亮了，宫宴安排人装车。我向山上走去，宫宴看见，和别人嘱咐了声，跟了上来。“你去哪？妖怪不是解决了吗？”我转头笑道：“你回去交差，说自己这一趟打死了一个妖怪吗？”宫宴失笑，跟着我向山顶爬去。“你是不是发现什么其他的线索了？”我爬到山头，向着玉江山连绵的山脊看去。“你说一个刺猬，一个蛇，他们杀人真的会吸干人的血液吗？”宫宴皱眉：“你的意思是这中间还有人参与？”“不确定，但我发现了更有意思的东西。”我手指向一处山洼地，风水里有句话说：“平地葬祖莫过身，阴湿之地误子孙。”你瞧瞧，那里可是一座墓啊！宫宴一看是有个坟堆，不过这也不归我们管。被盗了。被盗了。我看着那墓道，那不是坟堆，而是挖出来的盗土，有个胆大的崽种在这挖粽子呢。宫宴回去述职，这件事交给了我处理。我收工打算回去拿点粽子爱吃的黑驴蹄子，而碰巧顾业这时打来了电话。我眼前一亮，干嘛要坐车回去？老板，你去我屋里床底下有一个大黑包，你帮我带来玉浆，顺便把你也捎上，我们野外求生。顾业咳嗽了一声。柳啊，你师傅回来了，包不要了，你快走，别告诉他我在玉浆。